重新开就重新开吧，虽然点赞没点到，但是我也已经习惯了啊。那么今天啊，咱们就从头开始玩极难版贝爷生存。选择了一个地形，目前看还不错。毕竟这个贝爷生存呢，它是有指令传送的，对前期的地形要求呢，也并不是特别的严格。开局我也就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先搞一点小麦种子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仍然希望兄弟们啊多帮我点点赞，点赞超过1个，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好吧。平原地形要想找到铜矿，首先呢，你要发现这么一片裸露的石头，只有在裸露的石头中间才有可能出现铜矿。目前我这个出生点呢就非常不错，这也是我选择它的理由。得到了7个小麦种子之后，咱们再打打牛。我发现这个极难版贝爷生存啊，前期的话什么都好，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保持度了，保持度消耗太快了。这生存第一天，我也是建议兄弟们能打多少肉就打多少肉吧。打动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像我这样，你就学会跟动物对着干，千万不要追着动物的屁股跑，否则你前期保持度消耗的将会非常快。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就差一点？3颗保持度全没了之后，你要想得到食物，你也没法得到了，因为你没有保持度打动物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伤害呀。我这运气呢，其实也不咋地啊，打了一头牛，掉了2个皮革，掉了1块肉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生存第一天的下午3点，看我的物品来，兄弟们啊，我就不过多说了。这些食物呢，够我2天吃的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不能再打动物了，务必要赶紧找到一处风水宝地。总体来说，我的运气还不错，总能遇到这种沙粒在墙里的地方。挖了挖底下，感觉不太行。其实这中间呢也不太行，只有1块沙粒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马上天就要黑了，我得想点办法。要想上去，必须得整块泥土垫脚。幸好我今天啊打了几只羊，这羊毛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。旁边放1块，正门口放1块，就这个高度，僵尸应该是挖不到。天黑以后，如果遇到小白在前面放箭，我还有1块羊毛，还有泥土，我就把这个门口给它封上。那今天晚上绝对是安全度过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这个挨千刀的僵尸，我就知道你不行，还想薅我的羊毛，你属实是有点不知好歹。生存第2天怎么说，兄弟们，食物允许的情况下，肯定是疯狂撸沙粒，过程我就不展示了，因为太过于无聊啊，你就记住使劲撸就完事儿了。撸到下午1点得到碎石以后，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撸沙粒了，赶紧去撸木棍，先制作1把随着手斧，然后紧接着制作1个随时工作台。撸木棍我好像有点不太占优势，撸了整整4个小时，我只撸到2个木棍。大晚上黑咕隆咚也别闲着，借着一点点月光把手里的沙粒再给它撸掉。生存第3天早上，拿着随着手斧来砍木头，得到原木立马合成随时工作台，然后呢原木分解，用木板制作4个碗。一定不要忘记了兄弟们，右下角营养度啊，不能一味的吃肉，必须要做到荤素搭配。晚上回到家，这3天也没有白干，兄弟们啊，差不多我就得到了2块铜锭，还差1个铜粒。首先合成1个铜锭，咱们先制作1个铜工作台。为了提高挖沙粒的速度，我们最好是制作1把随时铲，没有随时的话，只能是像我一样多制作几把木铲吧。生存第4天又是一大早，兄弟们干就完了，直到生存的第6天的中午11点，看我这个工具啊也升级了，兄弟们，我的第1把铜镐也有了，随时铲我也安排上了，这个发展速度还可以吧？至于为啥这么快，要怪就怪这个版本的掉落率那是真的高啊。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再忍受黑咕隆咚了，临走之前再挖几块煤炭。不仅如此，目前我在的这个地方还有裸露的铜矿，这科技线立马就延续上了啊！挖点煤，挖点铜矿，再挖点石头，制作出我的第1个熔炉，那我这第1把镐纹的耐久也几乎见底了。不用慌啊，再制作1把铜镐。就这样算是奋战了6天吧，兄弟们。现在是第7天的早上6点，你们看我这个小庇护所还可以吧？回头呢再把这几块石头给它挖掉，我来制作1张床。基本上这个贝爷生存的前期就这样度过了。愉快的一天从1块生羊肉开始。早上7点了，也该出门了，把这2块羊毛撸掉啊，咱们出门探索一下。其实此时此刻呢，我已经听到有僵尸啊在外边怒吼了。怒吼当然也很正常，因为我这个羊毛呢是在第3格，有可能僵尸呢就躲在这块羊毛的下面。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问题不大吧，兄弟们。可是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就在第2块羊毛撸掉之时，我人傻了好吧？这僵尸的胳膊这么长吗，兄弟们？生存第7天第1次翻车，正常现象，也不必大惊小怪，对我也没啥影响嘛。反正本来我也没有什么经验等级，把屋子捡一下，继续探索。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啊，还是制作1个铜针。就在我家附近，之前我挖沙粒的时候，发现了2处铜矿，2处铜矿挖完以后，大概应该有10块铜锭差不多吧。就这样，生存第7天，我就挖到了18块铜矿，简单，兄弟们，有手就行。这么多的铜矿，不制作1把大宝剑，肯定是有点说不过去的。注意了啊，兄弟们，经验等级5级了啊，4颗星了。有了大宝剑，我必须得找点事儿干。这大早上的就在外面吱哇乱叫，看到这僵尸的胳膊了吗？既然他想找事儿，我就成全他。使出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修脚大法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2只小僵尸瞬间一命呜呼。你还别说啊，我这个平原地形还真行，兄弟们，这裸露的铜矿还真是不少。就这样一顿挖，说话间就来到了生存的第10天的早上5点钟，铜矿的数量距离我制作1个铜针还差那么一丢丢。大早上的先搞点清淡的，先整1碗沙拉。然而此时此刻呢，这个僵尸又在我的脚底下吱哇乱叫，每天早上都得打1遍。来吧，反正都是长经验嘛，无所谓。二话不说，掏出我的大宝剑。我就想问问，这僵尸是如何做到隔着1块石头而将我打死的？
我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，兄弟们，隔山打牛都会吗？生存第10天的早上，我又再次翻车。刚才我还9级经验4颗星，这一翻车，好家伙，立马变成3颗星3级经验。哎，真的是人生无常了。生存第10天的晚上回到家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其实没有什么收获，只挖到了5块铜矿。行吧，兄弟们，生存这10天呢，也的确不太容易。铜矿说实话是搞到了不少，但是呢，我也是翻车2次。如果不翻车的话，我现在早已经是5颗星10级经验了。哎，啥也别说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